疑云出所凯恩刚，要事盘旋半一忙。32年真伪变，谁持底片诉沧桑？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一张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清晰的 UFO 照片的照片，竟然离奇失踪了。照片的拍摄者也神秘消失了，甚至传出了黑衣人的恐怖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1990年，在苏格兰的旷野上，2个年轻人意外目击到一个无法解释的空中物体。更诡异的是，伴随 UFO 出现的还有一架军用飞机。他们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切，却没想到这张照片将他们卷入了一场巨大的阴谋之中。今天我们要抽丝剥茧，还原这起案件的每一个细节，从苏格兰的迷雾山丘到英国国防部的秘密档案，从匿名举报人的爆料到阴谋论爱好者的狂热猜测，我们将带你一步步走进真相的漩涡。那张照片真的只是一场恶作剧吗？还是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在这张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不明飞行物照片的背后，隐藏着比电影剧本更加扑朔迷离的真相。时间回溯到1990年8月4日，苏格兰珀斯与金罗斯郡交界处的卡尔文，一个宁静祥和的小村庄。那是一个雾气弥漫的夏日傍晚，太阳缓缓西沉，将旷野染上了一层朦胧的金红色。2位年轻的厨师刚刚结束了在皮特洛赫里镇费舍尔酒店厨房里1天的辛劳工作，他们决定驱车前往凯恩戈姆国家公园边缘的卡尔文附近，享受片刻的宁静。车子沿着艾9公路向北行驶了约20公里，2人在靠近卡尔文的山丘上停了下来。他们并没有预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会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甚至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都市传说。当2人漫步在雾气笼罩的旷野时，突然一阵低沉的嗡嗡声打破了周围的寂静。抬头望去，一个巨大的菱形物体正静静地悬浮在空中。这个物体大约有30米长，通体散发着一种金属般的光泽，没有明显的推进装置，也没有留下任何烟雾痕迹。它就这样悬浮着，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恐惧和好奇心交织在一起，2位厨师本能地躲到附近的一棵树后，屏住呼吸，注视着这个神秘的飞行器。就在这时，更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一架军用飞机，后来被确认为一架耀式战斗机，突然出现，以一种试探性的姿态绕着菱形物体盘旋飞行，似乎在评估着它的威胁。其中一位厨师鼓起勇气，抓起相机，对着天空中的奇景按下了快门。他接连拍摄了6张照片，试图捕捉下这难以置信的一幕。然而，仅仅过了几分钟，菱形物体突然以惊人的速度垂直上升，消失在天空中，只留下2位厨师呆立在原地，以及那6张记录了这一切的照片。这2位厨师深知自己见证了非同寻常的事情，他们决定将照片公之于众，于是将照片和故事一起送往了苏格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每日记录报》。报社的图片编辑安迪·艾伦看到了这些照片，也被照片的清晰度和神秘感所震撼。他立刻联系了位于丹佛姆林的皇家空军皮特里维城堡空军基地的媒体联络官克雷格林塞，寻求进一步的确认。克雷格林塞从未见过如此清晰的不明飞行物照片，他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便将照片转发给了英国国防部，并按照指示联系了2位厨师，询问了事件的详细经过。其中一位厨师向林赛描述了整个过程，菱形物体战斗机以及物体无声漂浮后突然加速升空的场景。林赛随后接到了国防部的指示，要求《每日记录报》将所有照片，包括原始底片一并送往伦敦。国防部承诺会对照片进行分析，并尽快给出结论。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每日记录报》并未刊登这篇报道。更令人费解的是，当报社事后向国防部索要底片时，却被告知底片早已归还，而报社方面却坚称从未收到这些底片。就这样，
卡尔文不明飞行物的照片和2位目击者的故事似乎被尘封了起来，在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2位拍摄照片的厨师也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一般。据曾在费舍尔酒店与他们共事的厨师理查德·格里夫回忆，在照片被送往报社几天后，2名身穿黑色西装的神秘人物来到酒店，与这2位厨师进行了简短的谈话。理查德·格里夫说，谈话之后，这2位厨师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变得沉默寡言，经常旷工，甚至有人开始酗酒。最终，在几周之后，2人都离开了酒店，从此音讯全无。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卡尔文不明飞行物事件逐渐被人遗忘，但一些执着的研究者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相的追寻。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讲师戴维·克拉克就是其中一位。他在20世纪90年代曾是一名记者，专门报道各种神秘事件，因此对不明飞行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6年，前国防部官员尼克·波普出版了一本关于不明飞行物研究的书籍《敞开的天空，封闭的思想》。波普曾在国防部的不明飞行物部门工作，负责处理和调查各种不明飞行物报告。在书中，他提到了卡尔文不明飞行物事件，称其为国防部档案中最有趣的案例之一，并声称国防部的分析表明这些照片不是伪造，但最终结论是物体不明结案，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克拉克读了这本书，但并没有对卡尔文不明飞行物事件特别在意。直到10多年后，2009年，克拉克参与了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不明飞行物文件解密工作。在浩如烟海的文件中，他发现了一份关于卡尔文不明飞行物事件的简报，其中包含一张菱形物体和一架战斗机的复印图。这份简报是为当时的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准备的，其中写道：已经看过照片，对大型菱形物体没有得出明确结论，确信喷气式飞机是耀式战斗机，没有记录表明耀式战斗机在所述日期时间在该地点执行任务。国防部没有收到有关该地点日期时间异常空中活动或目击事件的其他报告。这份简报让克拉克意识到，卡尔文不明飞行物事件远比他想象的复杂。他开始四处搜寻有关卡尔文不明飞行物事件的线索，但却屡屡碰壁。他联系了《每日纪录报》，但报社方面表示，他们找不到任何关于卡尔文照片的记录，也没有人记得这件事。我当时只是觉得，或许《每日纪录报》没有刊登这件事，最好的解释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或玩笑。克拉克说，直到2018年，克拉克终于取得了一个突破。他发现国防部未能完全删除一份国防情报部门前官员的名字。通过网络搜索，克拉克找到了这位前官员，并与他取得了联系。这2文不明飞行物照片引起了国防部的高度关注。他们认为照片中的物体是美国正在秘密测试的一种实验性飞行器。顺着这条线索，克拉克最终联系到了前空军媒体联络官克雷格林塞，后者向他展示了一张保存了30多年的卡尔文不明飞行物照片。照片的真实性得到了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摄影专家的验证。戴维·克拉克在2022年公开发布了这张卡尔文不明飞行物照片，瞬间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然而，在照片的背面，克拉克发现了一行用红色墨水书写的字迹：版权归凯文·罗素所有，由格拉斯哥的《每日纪录报》代理。这句话似乎暗示着，照片的版权属于一个名叫凯文·罗素的人，他可能与《每日纪录报》有关。克拉克试图找到这位凯文·罗素，但他查阅了报社的员工记录，发现根本没有这个人。他甚至列出了一份包含140个同名同姓的人的名单，逐一进行排查，但仍然一无所获。离真相最近的一次是找到了一位曾在皮特洛赫里一家酒店做厨房搬运工的凯文·罗素，但他否认自己与不明飞行物事件有任何关联。这个凯文·罗素究竟是谁？他与卡尔文不明飞行物照片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与此同时，关于卡尔文不明飞行物的真实身份
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认为照片中的菱形物体是外星文明的飞行器，甚至是在地球上坠毁的外星飞船的仿制品。这种猜测源于照片中菱形物体奇特的造型，它与人类已知的任何飞行器都截然不同。还有人认为，这个物体是美国正在秘密研制的一种新型侦察机，代号为极光。这种猜测认为，美国军方一直在秘密研发各种先进的飞行技术，而卡尔文不明飞行物就是其中一项实验的证据。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卡尔文不明飞行物照片只不过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恶作剧。他们认为，所谓的菱形物体可能只是一个悬挂在树枝上的纸板模型，或者是一个被风吹起来的塑料袋。这种解释似乎过于简单，但却无法完全排除。更为大胆的猜测则认为，所谓的不明飞行物其实是山峰在云雾里的倒影，是摄影者为了博人眼球故意制造的假象。五角大楼前不明飞行物调查员肖恩·帕特里克就认为，该照片是被篡改过的，并且指出，在未经压缩的原始图像的右侧，物体的顶部和底部是相互映射的，证明这就是水面反射。但是，如果考察卡尔文周边的地貌，会发现并没有水域。真相究竟是什么？是天外来客的造访？是秘密军事项目的泄露？还是仅仅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或许这一切的答案就隐藏在那2位消失的厨师、那份失踪的底片以及那位神秘的凯文·罗素身上。